我在修仙界花了8000年的时间，从一个任人欺负的凡人，一步步走到世界之巅。我正准备渡劫成仙之时，我却突然穿越回到了地球。舍友胖子正在敲着键盘，跟游戏对面的人互喷；另一个舍友瘦猴正蒙着被子睡觉。而我从床上坐起了身，看着身上某宝99块3件的便宜货，瞬间死去的回忆涌现。8000年前，我就是穿着这身衣服，被一个叫林涛的富二代当众羞辱。泼了一身的红酒，也是穿着这件衣服，鼓起勇气向暗恋的女孩苏瑶表白，然后就被她干脆的拒绝。也就是在那个晚上，我失足掉进了学校的未名湖，然后穿越到了一个名为苍元界的修仙世界。我花了8000年才要飞升渡劫，我正准备成功之际，居然又穿越了回来。我拿起了一旁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2025年6月12日下午3点17分。我记得很清楚，我就是在这天下午3点14分被林涛泼了红酒。这都8000年过去了，地球才过去3分钟，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8000年的时光早已让我忘记了如何表达情绪，我只是觉得很吵。胖子的叫骂声，窗外蝉鸣声，远处篮球场传来的拍球声，这些声音钻进我的耳朵里，让我有些不适应。在修仙界的漫长岁月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绝对的寂静中闭关。随后我便下了床。胖子输了，游戏摘下耳机，回头看见了我。白哥，你醒了，怎么样？林涛那个孙子没把你怎么样吧？妈蛋，有钱了不起啊，往人身上泼酒，什么玩意儿？我则是没有说话，我只是静静地看着胖子在我的眼睛里。胖子身体的每一根血管，每一次心跳都清晰无比，我能看到他身上缠绕着淡淡的命运丝线，看到了他未来10年会生一场大病，能看到他30岁会娶一个不算漂亮但很贤惠的老婆。这就是凡人，脆弱短暂，却又充满了各种鲜活的因果。我出去一下，我对着胖子开口说道，我的声音很平淡，和我自己的记忆有点不一样，很低沉，没有任何感情。哎，你干嘛去啊？胖子向我问道。随便走走。我拉开了房门，走了出去。我感受着夏天午后的光景，这一切都和8000年前一模一样，可我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不再是那个面对羞辱只会握紧拳头的蓝白了，我是蓝白，也是渡劫仙尊。我在校园里漫无目的的走着，我能感觉到这个星球的灵气稀薄的可怜，还混杂着各种污浊的气息。对我来说，这里的空气跟剧毒没有区别，我体内的仙元只用一丝丝就足以撑爆这颗小小的星球。我必须用9×9的力量来压制自己，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凡人。随后我便走到了未名湖边，当年我就是在这里掉下去的。此时，一个女孩正在湖边，她的背影很美，我的脚步停住了。那个背影就算是化作灰，我也认得。苏瑶，我曾经爱慕了整个青春的女孩。蓝白，我们不合适，我想要的你给不了。8000年了，这句话我还记得。此刻苏瑶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转过身来看到了我，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讶，还有一点点的不自然。毕竟3个小时前她才拒绝了我。我也看着她，苏瑶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在凡人里确实算是顶尖的姿色，但在我的眼里也就那样。我见过的仙子圣女，哪个不是风华绝代、倾国倾城？苏瑶的美跟她们比起来不值一提，而且在我的神念里，苏瑶的身体也只是一具凡胎，100年之后不过是一捧黄土。当年我就是为了这样一具凡胎，差点死了。我只感觉有点可笑，我收回了目光，转身要走。蓝白，苏瑶却叫住了我，她的声音有点犹豫。我停下脚步回头，眼神平静地看着她。苏瑶被我这么一看，心里莫名的咯噔了一下，她觉得眼前的我好像哪里不一样。以前的我看她的眼神总是带着一丝自卑和讨好，还有藏不住的爱意，可现在我的眼神平静的可怕，就像是一个老人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这个念头让苏瑶觉得有些荒谬。你没事吧？苏瑶咬了咬嘴唇，但还是问了出来。林涛，他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会那么过分。他的话语里带着一丝歉意。没事，我淡淡的吐出2个字。苏瑶顿时愣住了，他准备好了一肚子安慰的话，忽然间就说不出来了。他看了看我的脸，又看了看我那身廉价的 T 恤，明明还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感觉完全变了？我还有事，先走了。我说完便转身离开，没有一丝留恋。苏瑶站在原地看着我远去的背影，内心复杂，而我此刻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刚才苏瑶靠近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很淡的香气，不是香水味，而是一种很奇特的草木清香。我用神念微微一扫，便探查到了来源。苏瑶的脖子上戴着一串不起眼的木质项链，那是在修仙界被称为养魂木的灵材，虽然品级极低，但对于凡人的灵魂却有滋养的功效。可养魂木在末法时代的地球上几乎不可能存在。有意思，我的嘴角勾起了一个8000年来第一次的弧度。地球似乎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随后便回到了宿舍，胖子还在打游戏，我没有理会他，径直走到自己的书桌前。我将目光落在了书架上的一张合影上，照片上是少年的我，还有我的父母跟小叔。我的父母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车祸走了，我这些年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在工地打工的小叔供的。我看着照片上父母慈祥的笑脸，我那颗冰封了8000年的心终于有了一丝微不可察的触动。在修仙界，我断情绝育，斩断了一切因果，只为了攀登大道巅峰。
可现在看着这张照片，那些被我深埋在记忆最深处的画面又浮现了。妈妈做的红烧肉的味道，爸爸骑着自行车送我去上学的背影，小叔每次从城里回来给我带的糖果，这些都是我曾经拥有，后来又被我亲手斩断的东西。爸妈，我伸出手指尖轻轻抚过照片，一股微弱到几乎不存在的仙力注入泛黄的相片，相片瞬间变成了崭新的模样。做完这个，我收回了手，眼神重新恢复了平静。我拿出手机给小叔打去电话，电话接通后，那边传来了一个粗犷而又疲惫的声音：喂，小凡啊，怎么了？是不是钱不够花了？小叔，是我，钱够用。你还在工地上？我平静地说道。是啊，工地上忙着呢，你别担心我，好好上学就行。你可是咱老白家唯一的大学生，将来要有出息的。电话那头，小叔的声音很大，像是在喊。我沉默了一下，然后用神念看到了小叔的现在的模样。千里之外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戴着安全帽。我还看到了小叔肺部的现象，因为长期吸入粉尘，已经出现了纤维化的迹象。他的左膝也有严重的关节炎。小叔，别在工地上干了，太辛苦。我缓缓开口道。说啥话呢？我不干活，你拿什么上学？行了，不跟你说了，工头叫我了，你记着好好学习，别省钱。没钱了就跟小叔说。说完电话就被匆匆挂断了。我拿着手机站了很久。白哥，你没事吧？旁边的胖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了游戏，他有些担心地看着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怪怪的？我放下了手机，转头看向胖子。胖子，想不想挣钱啊？想啊，做梦都想。怎么了？胖子听闻一愣，随后里面兴奋道：我有个方法能让你很快赚到一大笔钱。我的语气很平淡，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李胖子顿时来了精神，从椅子上蹦了起来。什么办法？白哥，你可别是被人骗去搞传销了吧？我跟你说，那玩意儿可不能碰。我则是没有解释，只是伸出一只手指，在空气中轻轻一点，然后告诉了他一只股票，说这只股票1个小时后会涨停。胖子一开始还是不信，最后想了想豁出去了，把自己800块生活费全买了那只股票。结果1小时后，真如我所说，那只股票真的涨停了。我操，白哥，你是神仙吗？胖子声音颤抖地问向我，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你看我像不像神？这一刻，胖子看着我深邃的眼睛，脑子只剩下无尽的敬畏和恐惧。他双腿一软，差点就跪了下去。最后我告诉他，让他做我的代理人，我负责给他指令，他负责操作，赚到的钱分他一成。胖子立马对我感恩戴德。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打坐。我不是在修炼，而是在适应现在这具凡胎，适应这个脆弱的世界。而我们的账户资金也从最初的800到了现在的300万。胖子看着那一长串的零，感觉自己像在做梦。他一个穷学生几天时间就变成了百万富翁。他看向我的眼神已经不能用崇拜来形容，那是信徒在看自己的神。白哥，我们发了啊！胖子激动的把手机递了过来，我扫了一眼，没什么反应。300万在我眼里和3块钱没区别。把钱转出来，270万打到这个账户上。我跟他报了一个银行卡号，那是我小叔的卡号，剩下的30万是你的啊，白哥，这太多了。胖子连忙摆手，拿着。我的语气不重，但胖子不敢再多说一个字，乖乖的去操作了。等做完这一切，我站起身准备出去走走，结果刚一拉开宿舍门，就看到了问外站着2个人。其中一个正是苏瑶，而在他身边将手搭在苏瑶身上的男生正是林涛。在林涛看见我出来的时候，他的眼里闪过一丝轻蔑和挑衅。哟，这不是蓝白吗？听说你那头被我泼了酒，就吓得好几天没敢出门啊，怎么今天终于敢出来了？林涛的语气充满了嘲讽。苏瑶听闻，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拉了拉林涛的胳膊，示意他别太过分，而林涛却不以为然。他今天就是特地带苏瑶过来，在我面前炫耀，还要让我这个穷小子彻底死心。我的目光从林涛搭在苏瑶肩膀的那只手扫过，然后落在了林涛的脸上。我的眼神依旧平静。有事？我淡淡的问道。没事，就是来看看你，顺便告诉一声，这个周六我在凯悦酒店办生日派对，苏瑶会是我的女伴，本想请你这个老同学也来热闹热闹的。不过你这种人，估计连凯悦酒店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吧？哈哈哈哈哈！林涛对我嘲笑道，他身后的几个跟班也跟着哄笑起来。苏瑶的脸色有些难看，他不喜欢林涛这个样子，但他又不好当众发作。宿舍里胖子听到动静冲了出来，林涛，你特么别太过分。胖子虽然害怕林涛的家世，但看到我被欺负，还是忍不住站了出来。哟，又来一个，怎么想替你主子出头？你够格吗？林涛斜着眼看了看胖子，你……胖子气得脸都红了，我却抬起一只手拦住了他，然后我看着林涛缓缓说了一句话，你的世界很美好吗？林涛听闻一愣，没有明白我什么意思。你特么说什么胡话？我没有再看他，而是看向了他身边的苏瑶。你也是这么想的吗？觉得他的世界就是你想要的世界？苏瑶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他避开了我的目光，低声说，蓝白，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好，我点了点头，只说了一个字，然后我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拿出了手机，拨通一个号码，电话很快接通了，是我对着电话说道，林氏集团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动手吧，我希望半个小时后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林氏集团。说完我就挂掉了电话。林涛和他的那几个跟班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夸张的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笑死我了！他刚才在干什么？打电话叫人，就凭你一个电话让林氏集团消失？你以为你是谁啊？天王老子吗？林涛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林氏集团资产几十亿，在这个城市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一个穷学生，一个电话就想让他消失，这是他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苏瑶也觉
得我是不是受刺激过度，脑子坏掉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流出一丝怜悯。只有胖子站在我的身后，吓得脸都白了。别人不知道，他可知道，我是真的神仙。我说半个小时，那就绝对不会是31分钟。林涛还在狂笑，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是他爸打过来的。爸，什么事啊？我正跟朋友玩呢。什么？林涛的笑声戛然而止，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了。股价崩了，所有合作商同时撤资，银行催贷，这怎么可能？爸，你别吓我啊！林涛的腿开始发软，脸色也开始惨白。他爸在电话那头，声音带着哭腔，咆哮道：“我特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天上看着我们。我们完了，林涛，我们家彻底完了。”电话从林涛的手中滑落，摔在地上，他整个人也瘫软在地。他身后的那几个跟班，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苏瑶也呆住了。他捂着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一切。几十亿的林氏集团，就因为我的一个电话没了，而我从始至终都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走到了瘫在地上的林涛面前，十分冷漠地看着他问道：“现在你的世界碎了，你还剩下什么？”林涛的世界碎了，碎得很彻底。他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地上，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不可能。”苏瑶站在旁边，脸色苍白，她看着我的眼神带着恐惧和敬畏。我没有再理会他们，我从林涛身边跨了过去，胖子紧跟着我。等到我们走远了，走廊里才响起一阵骚动。林涛的几个跟班手忙脚乱地去扶他，苏瑶则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办。白哥，我们去哪？胖子跟在我身后，小心翼翼地问道。吃饭。很快我们就走进了学校最贵的餐厅，我随意点了几样最贵的菜。李胖子坐在我的对面，坐立不安。他还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白哥，林涛家真的就这么完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我简单的了一声。为什么？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胖子实在想不通。很简单，我让一个叫世界经济的东西打了个喷嚏而已。我的电话当然不是打给什么人的，我是直接用神念对这个星球的金融法则下达了一个指令。这个指令通过层层传导，最终表现为林氏集团的所有商业信誉瞬间崩塌，所有资金链在同一时刻断裂，所有负面信息被无限放大。对于掌控着宇宙大道的仙尊来说，操控一个星球的经济比凡人操控自己手指还要简单。胖子听得云里雾里的，他只觉得我牛逼坏了。等吃完饭，我让胖子先回宿舍，我自己则是在校园里逛了起来。我需要重新熟悉这个世界，虽然只过去了3分钟，但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8000年，很多东西都变了。我走到了图书馆，这里倒是没什么变化，依旧是那么安静。我随意翻了几遍书，就放了下来，然后走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坐下。我闭上眼睛，神念再次缓缓散开。这次我是在感受这个世界脉搏，我感受到了世界各地都残留着一些古老的阵法痕迹，虽然大部分已经残破不堪，但依旧在苟延残喘的运转。这说明地球曾经也有过辉煌的修炼文明，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落了。有意思。我睁开了眼睛，我本来只想尽快恢复力量，然后离开这个魔法星球，但现在我有了一点点兴趣。我想搞清楚地球的修炼文明是如何消失的，还有苏瑶身上那条养魂木有是从哪里来的。就在我思索的时候，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我旁边响起：“同学，这里有人吗？”我转过头一看，就看到了一个戴着黑框眼镜抱着书的女生，正有些紧张地看着我。我摇了摇头，女生松了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在我对面的位置坐下，开始认真看书。我看了她一眼，在我的神念里，这个女生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是她的灵魂却有些不一样。她的灵魂之力比普通人要强韧得多，而且在灵魂深处似乎潜藏着某种封印。我看就来了兴趣，我伸出一根手指，对着空气轻轻画了个符，一个微型的起灵符，然后悄无声息地飞向了那个女生。这道符不会对她造成伤害，只会稍微激发一下她灵魂深处的潜能。如果她只是普通人，那这道符不会有任何作用。如果她不是，就在起灵符即将触碰到女生的那一刻，异变突生，博胜脖子上的玉佩突然闪过一道微弱的白光，那道白光瞬间就将我的起灵符给震散了，整个过程快如闪电，无声无息。女生自己毫无察觉，依旧在低头认真看书，我的眼睛却微微眯了起来。那块玉佩是一件护身法器，虽然品级很低，但上面蕴含的阵法却颇为精妙。最关键的是，那阵发的气息我很熟悉，那是天机阁的手臂。天机阁是修仙界一个非常古老而神秘的宗门，他妈不修战力，专修推演天机，炼制法器。我当年还和他们的某一代阁主喝过酒，没想到在这么一个魔法星球上能看到天机阁的传承。看来这个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我站起了身，离开图书馆。我现在有很多疑问，天机阁为什么会在这里留下传承？这个戴眼镜的女生又是什么身份？还有苏瑶的养魂木，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可能，那就是地球上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修炼者的世界。我一边走一边思索，当我走到教学楼下的时候，忽然停住了脚步。前面苏瑶正和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一起，似乎在说这什么。中年男人正是学校的副校长，也是苏瑶的父亲苏文海。我对这个人有印象，是一个很精明也很势利的人。瑶瑶，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离那个林涛远点。他家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还跟他搅和在一起，是想把我们家也拖下水吗？苏文海的语气有些严厉。爸，我只是……苏瑶的脸色有些委屈。只是什么？我早就跟你说过，让你多跟张教授的儿子接触接触。
人家可是哈佛毕业的高材生，现在在华尔街工作，年薪几百万美金，比那个林涛强100倍。爸，我不喜欢他，喜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适。苏文海恨铁不成钢地说道。你这孩子怎么就不明白我的苦心呢？父女俩的对话一字不漏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我听后没什么感觉，凡人之间的嫁娶无非就是利益交换而已。我正准备绕开的时候，苏瑶却一眼看到了我，她的身体猛然一僵，眼神变得很复杂。苏文海也顺着女儿目光看了过来，当他看到我饿的时候愣了一下，随即眉头就皱了起来。他怎么会在这里？苏文海认识我，或者说他对我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穷学生有印象。前几天苏瑶还亲口说拒绝了我的表白，没想到今天又在这里看到了我，而且看女儿刚才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似乎和我有关系。苏文海的脸色沉了下来，他朝着我走来。这位同学，你在这里做什么？苏文海居高临下的审视我道。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一个凡人而已，还不值得我开口。爸，你干什么？苏瑶赶紧跑过来拉住自己的父亲，他生怕父亲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更怕我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林家在一瞬间倾家荡产的画面还历历在目，那个场景已经成了他的心理阴影。苏文海在看到女儿这么紧张，我心里更不舒服了。他推开了苏瑶的手，看着我冷冷道，同学，我不管你用了什么花言巧语，我警告你离我女儿远一点，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爸，苏瑶急得快哭了，而我终于有了一点反应。我看着苏文海，眼神里带着一丝玩味，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轻声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倒也没说错，我是仙尊，眼前的这两个世人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你知道就好。苏文海以为我是怕了，语气缓和了一些，但依旧带着高高在上的施舍意味。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应该知道什么叫知难而退。这样吧，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瑶瑶，我可以帮你安排一个好的实习单位，毕业后留在市里也不是没可能。他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恩威并施了，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已经是一个无法拒绝的诱惑了。苏瑶则是紧张地看着我，她不知道我会怎么回答，然而我只是笑了笑。你的世界也很美好是吗？我问了和之前问林涛时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苏文海听闻愣住了，你什么意思？我没有回答，只是伸出一只手对着苏文海凌空一抓。苏文海什么都没感觉到，但他身上一些凡人看不见的东西正在剧烈变化。他的官运、财运，还有他未来10年所有的人脉关系，这些气运被我硬生生从他身体剥离了出来。然后我手掌一翻，将这些气运随手打入了旁边一棵快要枯死的老槐树里。做完这一切，我收回了手，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你很快就会需要一份工作了。说完，我转身就走。你站住！你把话说清楚！苏文海气得脸色发青，他冲着我的背影喊道：“一个毛头小子竟然敢这么跟他说话，还咒他会丢了工作，简直就是狂妄至极。”苏瑶也呆呆地看着我的背影，他不明白我刚才的动作跟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但他心里却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就在这时，苏文海的手机响了，是校长打来的电话。他立马推起谄媚的笑容：“喂，校长，您找我？什么？纪委来人了，查我的账。”苏文海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不可能啊，我的账一直很干净。什么？与人实名举报我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还有证据？苏文海的身体开始晃悠，脸色变得和死人一样的白。喂，校长，电话那头，校长挂断了电话。苏文海拿着手机傻在了原地，他想起来刚刚我说的话，难道这一切都和我有关？他猛然抬头看向我离开的方向，眼神里充满了无尽的恐惧。我不是人，绝对不是人。而另一边的我走在路上，心无波澜。毁掉一个凡人的气运对我来说轻而易举。我之所以这做，不是因为苏文海对我不敬，区区凡人的冒犯我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我只是单纯的觉得有点烦。等我回到宿舍楼下，看到了胖子正焦急的等在那里。白哥，你可算回来了。胖子着急的对我说道。怎么了？我还是平淡的说道。出事了，刚才有几个人来找你，穿着黑西装，跟电影里的特工一样。他们问了你的名字，还在我们宿舍门口看了半天才刚走。我的脚步停了一下，立马用神念覆盖整个校园。很快我便看到了那几个不速之客，2男1女，他们正在学校监控室里调取我们宿舍走廊的监控录像。其中一个男人看着监控里的我，对女人说道：“队长就是他，根据能力波动检测，源头就是从这个宿舍里传出来的。”那个被称为队长的女人很年轻，她叫秦雪月。查她的资料，秦雪月盯着屏幕，冷冷开口：“查了，蓝白21岁，大3学生，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在工地打工的叔叔，性格孤僻，成绩中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另外一个男人回答道：“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一个普通学生能在一瞬间引发那么剧烈的灵气波动，还能让一个几十亿的集团在半小时内飞灰烟灭，这继续查，把他从小到大的所有资料都给我挖出来，还要派人24小时盯着他。记住，只需监视，不许接触。”是。我听着他们的对话，眼神里闪过一丝了然，看来是那个世界的官方组织找上门了。白哥，他们是什么人啊？不会是来抓你的吧？胖子很是担心地问道。不用管他们，机智苍蝇而已。说完，我就径直上了楼。胖子愣了一下，也跟着我上去了。等回到了宿舍，我像一个没事人一样坐回床上，闭上了眼睛。那些人的监视对我来说形同虚设，只要我想，我有1万种方法让他们变成瞎子、聋子，但我没有那么做。我想看看这个世界的修炼者到底什么水平。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宿舍的房门被敲响了。胖子去开门，发现门口站着的竟然是苏瑶，她看起来有些憔悴。我找蓝白，他低声说道。胖子看了看我，见我没有反应，便让他进来了。苏瑶走到了我的床边，站了很久，这才鼓起勇气开口道：“蓝白，我爸他。”
被带走了。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我缓缓睁开眼睛，我看着这个曾经让我魂牵梦绕的女孩，她的身上有股味道，不是养魂木的清香，也不是少女的体香，而是一种凡人的味道，充满了七情六欲，充满了软弱和无助。这种味道我已经有8000年没有闻到过了。苏瑶哭了，她今天经历的事情比她过去20年加起来还要颠覆。现实不可一世的林涛在她面前变成一条死狗，然后是位高权重的父亲在她面前被人带走，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似乎都指向了他曾经看不起的我。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只能来找我，因为他知道现在只有我能解决这一切。求求你放过我爸爸，虽然他很势利，但他是个好人，他没有做过坏事。我则是静静地看着他，不说话。苏瑶被我看得心里发毛，他咬了咬牙，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到我面前，这里面有50万，是我妈留给我的嫁妆。我知道不够，但我只有这么多了，求求你，只要你肯放过我爸爸，我什么都愿意做。他把什么都愿意做这几个字咬得很重，这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旁边的胖子看得眼睛都直了，这可是苏瑶啊，全校男生的梦中情人，现在竟然他偷偷看了一眼我，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我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都没料到，我看都没看那张银行卡一眼，我的目光落在了苏瑶的脖子上。你这串东西从哪来的？我问向苏瑶说道。我的声音不大，却让苏瑶的哭声瞬间止住了。她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项链，这个是我从小就戴着的，我妈说是一个云游的老道士送给我的，能保平安。老道士？我的眼睛微微眯了一下，我记不清了，那时候我还很小。我听完沉默了。一个随手拿出养魂木的老道士，绝不可能是凡人。看来地球的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蓝白，只要你……苏瑶见我不说话，以为有戏，又想开口哀求，我却是打断了他。你走吧。什么？苏瑶愣住了。我说你走吧。我的语气里有了一丝不耐烦。你父亲的事是他咎由自取，与我无关，我没兴趣插手你们凡人之间的这点破事。苏瑶的脸刷一下就白了，他没想到他自己放下了尊严，甚至做好了付出一切的准备，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冰冷的话。可是没有可是。我站起身来，苏瑶，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蝼蚁就要有蝼蚁的觉悟，不要试图用你那点可怜的资本来和我谈条件，你还没有那个资格。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子插在苏瑶的心上。苏瑶的身体晃了晃，几乎要站不稳了。她以为自己是天之娇女，可在我的面前，她啥都不是。我明白了。苏瑶惨笑一声，收回了银行卡，然后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宿舍。胖子看到这一幕，大气都不敢出。等苏瑶走后，我才重新坐回床上。我刚才那番话确实很绝情，但我必须这么做。我不能和这些凡人产生任何不必要的纠葛，尤其是苏瑶，只有这样，她才不会再来烦我。然而我不知道的是，有时候恐惧才是另一种情感的开始。接下来的日子，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我每天都在宿舍里打坐。那个叫龙族的官方组织似乎也学乖了，他们只是在远处监视，再也没有派人靠近过。我也懒得理他们。这天我正在入定神游，太虚胖子的手机突然响了。胖子接了电话，说了几句，脸色就变了。他挂了电话，走到我身边，小声道：白哥，出事了，你小叔在工地上出事了。电话是医院打来的，说你小叔从手脚架上摔下来了，现在正在抢救，让我们赶紧过去。胖子的话还没说完，我的声音就已经从他面前消失了。胖子揉了揉眼睛，宿舍里空空荡荡的，哪里还有我的影子？他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顺顺欲晕。而千里之外的市中心医院，一群医生正在抢救小叔。可几分钟之后，主治医生看着心电图那条拉直的线，无力地摇了摇头，准备宣布死亡时间吧。就在这时，手术室紧闭的大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我静静地走了进来。你是什么人？出去！一个护士反应了过来，立刻上前阻拦我，但她的手还没碰到我，就感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传来，将她轻轻推到了一边。我走到了手术台前，看着已经没有气息的小叔，眼神里闪过一丝8000年从未有过的悲伤。我伸出一只手放在了白建国的额头上。我说过要让你活得好一点，所以你不能死，阎王也带不走你。我缓缓闭上眼睛，一股磅礴浩瀚的生命之力涌入了白建国的体内。下一秒，心电图上那条笔直的线忽然跳动了一下，然后越来越快。活了！天哪，心跳恢复了。整个手术室的医生和护士全都震惊了，他们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神一样。白建国活了，不仅活了，而且是以一种违背所有医学常理的方式活了过来。他身上的伤，包括以前的旧伤全都恢复，甚至整个人都年轻了10岁。我做完这一切，收回了手，然后转过身准备离开。等，主治医生终于反应过来，他结结巴巴地叫住了我。您是？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平淡。那个医生看到我的眼睛之后，只感觉像是被整个宇宙的星空注视着，渺小的如同一粒尘埃。他后面的话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没有回答，身影一闪便消失在了手术室里，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只留下了满屋子怀疑人生的医护人员。我再次出现已经是在工地上，就是我小叔出事的那个工地。此时工地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几个警察正在勘察现场。我无视了他们，直接走到了那个摔坏的脚手架下面。我蹲下身，捻起一点泥土，神念如同潮水般散开，笼罩整个工地。时光仿佛在倒流，几小时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如同回放一样出现在我脑海。我看到了小叔正在脚手架上耕作，忽然2个工人抬着一根钢管路过，其中一个不小心撞了脚手架的支撑杆，支撑杆的卡扣早就被人动了手脚，这一撞，整个脚手架瞬间就塌了。小叔从10几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
那2个工人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他们混在人群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的眼睛缓缓眯了起来，这不是意外，而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然后我顺着他们身上的因果线，很快就找到了幕后主使。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正在豪华办公室里悠闲地喝着茶。这个男人是这家建筑公司的老板，也是林涛的舅舅。那这一切全都解释得通了。他们不敢直接对付我，就把主意打到了我唯一的亲人小叔身上。真是好大的胆子！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我的脸上依旧没有什么表情，但认识我的人如果在这里，就会知道这是我动了杀心的前兆。在修仙界敢动我亲人的人，坟头草都已经换了8000代了。我没有去找那2个工人，也没有去找那个老板。对于这种蝼蚁，我有更简单、更让他们痛苦的死法。我只是抬起头看了一眼天空，然后轻轻地说了一个字：雷。下一秒，千里之外的办公室里，那个肥胖男子突然被一道紫色闪电劈在了天灵盖上。那个老板连同他手上的茶杯瞬间化作了飞灰。同一时间，那2个工人正在大排档里喝酒庆祝，他们刚拿到了一笔封口费。就在他们举杯相碰的时候，同样2条紫色闪电从天而降，分别落在了他们2人身上。结果和他们老板一样，全都人间蒸发了。做完这一切，我收回了目光，就像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样。我转身准备回医院。小叔虽然救回来了，但还需要安排一下后续。可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我的眉头忽然皱了一下，我感觉到了几股不弱的气息正向我高速靠近。这些气息都带着修炼者的特征，虽然对于我来说很弱，但在如今的地球上已经算是高手了。其中的一股气息我很熟悉，是那个叫秦雪月的女人。看来我刚才救小叔的时候泄露的那一丝仙缘之力还是惊动了他们。我不想和他们纠缠，我身影一晃便准备离开，但已经晚了。站住！一声清冷的娇喝从我背后传来。秦雪月带着2个队员呈品字形将我包围在了中间，3人的手里都拿着一种造型奇特的枪械，枪口上闪烁着淡蓝色的能量光晕。蓝白，我们是国家安全特殊事件处理局的，代号龙组，你涉嫌多起超自然事件，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秦雪月眼神犀利地说道。我听闻停下了脚步，回头看了他们一眼。龙组，名字倒是不错，我轻声念了一遍。少废话，你已经被我妈包围了，劝你不要好做无谓的反抗。秦雪月旁边一个年轻队员对我喝道。我听闻笑了，这是我回到地球后第一次真正的笑。包围我？我看着眼前3只蝼蚁摇了摇头。你们也配？我的话音刚落，一股无形的威压以我为中心轰然散开。那既不是灵力，也不是气势，而是一个渡劫仙尊在8000年的杀法中凝聚的道运，是凌驾于这颗星球所有法则之上的至高的存在。那个年轻队员连反应都没来得及，直接双眼一翻就晕了过去。另一个队员则是直接跪在了地上，只有秦雪月还在苦苦支撑。他看着我的眼神露出了恐惧。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怪物？现在还要我跟你们走吗？我的声音悠悠传来。秦雪月没有回答，他也回答不了。在我的道运压制下，他连张开嘴巴都成了一种奢望。他只用尽全身力气，勉强维持着站立姿势。这是他作为龙组队长的最后骄傲。我则是淡淡的看着她，这个女人有点意思。她那点微末的修为，能在我一丝道运威压下坚持这么久，已经算得上是心智坚定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我收回了威压，秦雪月只感觉身上一轻，然后就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她看向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忌惮和不解。她想不通，资料里我明明是一个普通大学生，为什么我能有如此恐怖的力量？刚才那一瞬间，她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你到底是什么人？秦雪月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不该来惹我。我还是淡淡的说道。现在带着你的人滚！秦雪月的脸色很难看，自她加入龙族以来就没受过如此羞辱，但她不敢发作。理智告诉她，我不是她能惹的，乃至整个龙族都绝对惹不起的存在。她咬了咬牙，扶起跪在地上的队员，又看了看那个已经晕死过去的，最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说完，他便带着2个狼狈的队员迅速离开了。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再见面，希望你们不要再来烦我。随后我转身一闪，消失在了原地。另一边的医院，白建国已经从急诊室转到了最高级的 VIP 病房，他还没有醒，不是不能醒，而是我没有让他醒。我此时正用仙元之力一点点地改造他的身体，不仅是治好了他的伤，还要为他洗筋发髓，去除体内所有的杂质和隐患，让他延年益寿，百病不侵。这是一个精细活，因为凡人的身体太脆弱，我的仙元之力多一点就把它撑爆，少一点又达不到最好的效果，所以我用了1夜的时间。当第2天第一缕阳光洒进病房，我才收手。此刻的白建国呼吸平稳，面色红润，看起来就像只是睡着了。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就只见窗外停着几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是龙族的人，他们还真是不死心。我并没理会他们，我找到了主治医生，问道：我叔叔什么时候能醒？那个主治医生看到我像看到鬼一样，吓了一哆嗦。您好，病人。哦不，白先生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比正常人还健康，随时都能醒过来。我点了点头，说道：给他办出院手续吧。出院？医生愣了一下，可是他才刚做完大手术，按规定至少要观察1个星期。我说出院。我看着他重复了一遍。医生不敢再多说1个字，赶紧就去办理出院。半个小时后，我带着昏睡的小叔走出了医院。楼下那些黑色轿车里的人都紧张了起来。秦雪月不过正死死地盯着我。队长，要不要行动？其中一个队员问道。秦雪月沉默了很久，这才摇了摇头。他太强了，我们的人连他一招都接不住，上去就是送死。
那怎么办？就这么看着他走。我已经把情况上报给了总部，上面说会派那个人过来。秦雪月的眼神很凝重，旁边的队员在听到那个人3个字，脸上都露出敬畏的神色，而我则是没有回学校。我用胖子赚来的钱，在高档小区买了个顶层复式，然后又请了最好的护工来照顾小叔。没一会儿，我家的门铃响了，我眉头微微一挑，这个新家的地址除了我，应该没人知道。那会是谁呢？我没有去开门，因为我的神念已经穿透了房门。门外站着一个穿着唐装的老人，他身后还跟着2个人，一个是秦雪月，另一个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女生，正是我在图书馆里遇到的那个。我的眼睛眯了起来，那个老人不是凡人，他体内有灵力波动，虽然很是微弱，但确实是个修炼者，大概是筑基7水平，放在修仙界就是个刚入门的地质，但在地球上恐怕已经是顶尖的存在了。这时门铃声又响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打开了房门。我想看看这些人想干什么。门一打开，秦雪月和那个眼镜女生都愣了一下，他们没想到我竟然真的在这里。只要那个唐装老人一脸的平静，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金光，他看着我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对着我微笑开口：“年轻人，我们可以进去谈谈吗？”我侧过身，让他们进来了。老人不紧不慢地走进了客厅，最后转身对着我说道：“自我介绍一下，老夫龙战国，是龙组的一个顾问。”秦雪月和那个眼镜女生跟在他身后，一左一右地站着，神情都很严肃。有事。我走到了沙发前坐下，自始至终都没看他们3人一眼。这种被无视的态度让秦雪月的眉头一皱，龙战国却不以为意，依旧是那副笑呵呵的样子。他走到了我的对面沙发上坐下。年轻人，不要这么大火气嘛，我们今天来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我不需要朋友。我对着他淡淡说道。呵呵，那我们换个说法，我们想和你谈一笔合作。龙战国笑了笑说道。合作，但龙战国却感觉自己的心脏猛地抽搐了一下。他修炼了近100年，见过的高手不计其数，但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一样，一个眼神就能让他臣服。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我知道阁下不是凡人，阁下的力量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我们龙族乃至整个国家都无异于阁下为敌。我们只希望阁下能遵守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则，不要用超凡的力量去干涉凡人的社会秩序。作为回报，我们可以为阁下提供一切您所需要的便利，金钱、地位、资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都可以满足。”老人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很有水平。我听完只是笑了笑。规则，我看着龙战国，眼神里带着一丝嘲弄。你们定的规则，凭什么要我来遵守？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临到蝼蚁来给巨龙定规则？龙战国听闻，脸色终于变了。他身后的秦雪月更是气得俏脸通红，马上就要发作。龙战国听闻，脸色终于变了。他身后的秦雪月更是气得俏脸通红，马上就要发作。龙战国却抬起手拦住了他。他看着我，沉声说道：“阁下，我知道你很强，但是这里是地球，是华夏，我们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拥有10几亿人口的国家。我们有蘑菇弹，有天机武器，就算阁下能毁天灭地，我们也一样能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是他最后的警告，也是最后的摊牌。空气在这一瞬间仿佛凝固了，客厅里安静的可怕。秦雪月和那个眼镜女生都紧张地看着我，而我听完，脸上没有任何变化，只是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我看着龙战国，缓缓地说了一句话：“你说的蘑菇坛指的是这个吗？”说着，我伸出一只手，我的手心有着一个散发着毁灭气息的光球，那股能量的恐怖程度让龙战国和秦雪月无法呼吸。这个小小的光球一旦爆开，足以将整个城市从地图上毁灭。你，龙战国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惊骇欲绝的表情。他引以为傲的最后底牌，在我面前竟然是一个随手就能搓出来的玩具。我把玩着手里的小太阳，看着龙战国，淡淡的问道：“现在你还想跟我谈代价吗？”龙战国不说话了，他知道自己输了，在绝对力量面前，任何的威胁都只是一个笑话。而我手掌一握，你发个光球，便悄无声息的不见了。我看着眼前这3个已经彻底吓傻的人，摇了摇头，太弱了，弱的让我连动手的兴趣都没有。我站起身，准备送客。就在这时，那个一直没说话的眼镜女生开口了：“前辈。”她的声音有些发抖。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她：“前辈，我们不是来威胁您的，我们是来求您帮忙的。”“好，我来了点兴趣，我叫林可可，是天机阁在地球的最后一代传人。”女生自我介绍道。“我知道。”我淡淡的回复道。林可可愣了一下，随即苦笑：“前辈，您应该也感觉到了，地球的灵气正在枯竭，支撑这个世界运转的本源之力也在不断流失，最多不出100年，地球就会彻底变成一颗死星，所有生命都将灭绝。我们天机阁的祖训就是守护地球，但以我们的力量根本无法阻止这一切，所以……”林可可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和希望，我们恳请前辈出手救救这个世界。说完，他对着我深深鞠了一躬。我则是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我没想到情况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不过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我正准备开口拒绝，林可可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他又急忙对我说道：“前辈，只要您肯出手，我们天机阁愿意献上我们守护了数千年的至宝。”我的嘴角勾起一抹不屑，区区一个没落的传承，能有什么东西能入得了我的法眼？林可可立马从怀里拿出一个古朴的木盒，她打开木盒，里面躺着一块
残破的龟甲，龟甲上刻着一些古老而晦涩的符文。我在看到那块龟甲的瞬间，我的心8000年来第一次剧烈跳动了一下，因为在那块龟甲上，我感受到了一股让我都为之悸动的气息，那是超越了先帝之上，来自那个地方的一丝道韵。我的目光死死地锁定了那块龟甲，我的呼吸有了一瞬间的停滞。8000年。自从我踏入修仙界，一路杀伐登临宇宙之巅，我的心就再也没有像此刻这样剧烈的跳动过。因为那块龟甲上的气息我太熟悉了，那是我苦苦追寻了8000年都想要触及的终极之秘，是关于如何超脱这方宇宙的一丝线索。我没想到自己找了8000年的东西，竟然会出现在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魔法星球上，而且还是在一群蝼蚁的手里。这一刻，我的心里掀起了滔天巨浪，但我表面上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我向林可可伸出了手，林可可立刻会意，恭恭敬敬地将木盒递了过去。我拿起那块龟甲，入手一片温润，一股古老沧桑的气息涌入我的神海，无数的感悟涌上心头。我之前在修炼上遇到的许多瓶颈和困惑，在这一刻竟然都有了迎刃而解的迹象。好东西！我缓缓吐出3个字，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赞叹。这块龟甲的价值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大，有了它，我说不定能在这里突破先帝的契机。前辈，这块天道龟甲是我们天机阁的创派祖师偶然得到。林可可在一旁解释道，据说里面蕴含着世界的终极奥秘，但数千年来我们无人能参透分毫。现在我们愿意将它献给前辈，只求前辈能救地球一脉。我摩挲着龟甲没有说话，我在思考，救地球对我来说不难，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轻易地修复它破损的本源，甚至让它变成一个比修仙界还要高级的修炼圣地。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就为了一块龟甲。虽然这龟甲很珍贵，但还不至于让我背上这么大的因果。我蓝白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犹豫。旁边的龙战国咬了咬牙，也开口了。前辈，只要您肯出手，从今以后您就是华夏的守护神，整个华夏14亿人，所有的资源都任由您调遣，我们愿奉您为主。说完，他竟然对着我缓缓地跪了下去。他身后的秦雪月和林可可也跟着一起跪下，请前辈救我华夏。3个人异口同声，声音里充满了悲壮和决绝。我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3人，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我想起了8000年前，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凡人，我也有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虽然我已经不记得那种所谓的家国情怀是什么感觉了，但此刻看着这3个为了自己的世界甘愿舍弃一切尊严的人，我的心里还是有了一丝微不可察的触动。也罢，我轻轻叹了口气，我可以出手。听到这句话，龙战国3人脸上顿时露出了狂喜之色。多谢前辈，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又继续说道，前辈请讲，无论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龙战国急忙道。我看着他们缓缓开口，从今天起，这个星球归我管了，你们还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组织都要听我的，我的话就是唯一的法则，你们能做到吗？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敲在龙战国3人的心上。这是何等的霸道，何等的狂妄！我不是要当守护神，我是要当这颗星球的王。龙战国的心里瞬间闪过了无数个念头，答应还是不答应？答应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主权都将交到我的手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不答应，不答应的后果他不敢想，也许是100年后整个世界慢慢走向死亡，也许是下一秒我就会直接将他们连同这个国家一起抹去。他没有选择，我们答应。龙战国闭上眼睛，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了这3个字。说完这句话，他整个人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瞬间苍老了10岁。很好，我满意的点了点头。我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脚下的芸芸众生，然后伸出一根手指，对着窗外的天空轻轻一点。今天我心情不错，便赐你们一场造化吧。随着我话音落下，整个世界在这一刻都变了。无数肉眼看不见的精纯无比的灵气从虚空中源源不断的涌现，全世界所有的植物都在以一种疯狂的速度生长，枯萎的树木重新长出了新芽，沙漠的中心开出了鲜艳的花朵。无数身患绝症在病床上等死的人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恢复，全世界无数的普通人在这一刻都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前所未有的轻盈有力，他们的力量、速度、五感都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暴涨。一些天赋异禀的人甚至在这一刻直接觉醒了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异能，灵气复苏了，一个全新的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在我这随意的意志之下提前降临了。客厅里，龙战国、秦雪月、林可可3人感受着空气中那浓郁到几乎要化为实质的灵气，全都惊呆了。他们张大了嘴巴看着窗外的景象，大脑一片空白。这就是仙尊的手段吗？指尖一点便是造化。他们看着那个站在窗前负手而立的背影，忽然觉得把这个世界交到我的手里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灵气复苏这4个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成了全世界最热门的词汇，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种狂热和混乱之中。有人因为身体素质的突然暴涨而欣喜若狂，有人因为觉醒了异能而不知所措，也有人利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开始为非作歹，制造混乱。全世界的政府都忙得焦头烂额，他们一边要安抚民众，边要处理各种层出不穷的超自然事件，一边还要紧急成立新的部门来研究和管理这些觉醒者。只有华夏一片风平浪静，因为在灵气复苏的第2天，龙战国就代表华夏官方召开了一场面向全世界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他宣布了一件事：从即日起，华夏将由一位名叫蓝白的神明接管。
同时他还公布了一段视频，视频里是我随手搓出小太阳的画面。这个消息一时激起千层浪，全世界都炸了，疯了！华夏一定是疯了，把一个国家交给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神明，这是在开什么国际玩笑？那个视频肯定是特效，我不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国外的媒体和政府纷纷表示谴责和质疑，他们认为这是华夏为了称霸世界而搞出来的阴谋，甚至有几个大国联合起来发表声明，要求华夏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他们将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然而面对这些质疑和威胁，华夏的回应只有一句话：不信你们可以试试。于是那些大国真的试了，他们派出了自己最先进的搭载着核弹头的隐形轰炸机，气势汹汹地飞向了华夏的领空。他们要用人类最强大的武器来戳穿这个所谓神明的谎言。全世界都在关注着这一幕，所有人都以为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然而就在那些轰炸机即将进入华夏领空的前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所有的轰炸机连同他们上面搭载的核弹头，就在全世界的卫星监控下毫无征兆的凭空消失了，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从这个世界上直接抹去了一样，连一粒尘埃都没有留下。这一刻全世界都安静了，所有之前还在叫嚣的国家全都闭上了嘴巴，他们的脸上只剩下无尽的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他们终于明白，华夏没有开玩笑。从那天起，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对华夏说一个不字。他们纷纷派来使者，带着最谦卑的态度和最丰厚的礼物前来朝拜。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祈求能得到这位华夏神明的庇护。一个全新的以华夏为中心、以我为尊的世界格局，就以这样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形成了。而我此刻正悠闲地躺在我家的阳台上晒着太阳。对于外界发生的那些事情，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那些所谓的大国，所谓的核武，在我眼里和一群小孩子过家家没什么区别。我只是在他们飞过来的时候，随手开了一个微型的空间裂隙，把他们都丢到太阳里去了而已。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我手里正拿着那块天道龟甲，仔细地参悟着。这几天我已经将龟甲上的符文研究了个七七八八。我发现这块龟甲不仅仅是一丝那个地方的道运那么简单，它更像是一把钥匙，一把可以打开某个大门的钥匙。至于门后面是什么，我现在还不知道，但我有一种预感，门后面的世界一定会非常精彩。哦不，陈先生，一个恭敬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是胖子，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大管家，专门负责处理一些我懒得处理的繁俗之事，比如接待那些从世界各地前来朝拜的使者。短短几天，胖子就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一跃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无数的国家元首、商业巨头在他面前都要点头哈腰，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李先生。但胖子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我给的。在我面前，他永远都是小跟班。什么事？我闭着眼睛淡淡地问。那个苏瑶小姐在楼下说想见您。胖子小心翼翼地说，自从那天我斩断了和她的因果之后，苏瑶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胖子还以为她这辈子都不会再来找我了。我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这个女人怎么又来了？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我正准备让胖子把她赶走，但忽然我又想起了什么。我想到了苏瑶脖子上的那串养魂木，还有那个送她手串的云游的老道士，或许可以从她身上找到一些关于地球修炼界过去的线索。让她上来吧，我对着胖子说道。胖子是了一声，就领命而去。很快，苏瑶就跟着胖子来到了阳台上。几天不见，她清瘦了许多，脸色也有些苍白。她看着躺在椅子上闭目养神的我，眼神很复杂，有敬畏，有恐惧，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样情愫。这几天，她也知道了外面发生的事情，她知道我现在已经是这颗星球的主宰了。她也终于明白，那天我对她说的那句蝼蚁要有蝼蚁的觉悟是什么意思。她和我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找我有事？我没有睁眼，淡淡的问。苏瑶深吸一口气，走到我面前，然后做出了一个让胖子都惊掉下巴的动作。她对着我缓缓地跪了下去。蓝白，不，主人，请收我为奴吧。苏瑶跪下了，跪得很干脆，也很决绝。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漂亮的眼睛里没有了之前的哀求和软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狂热。主人，请收我为奴吧。她又重复了一遍。旁边的胖子已经彻底看傻了，这是什么情况？苏瑶疯了。而我终于睁开了眼睛，我看着跪在自己脚下的女孩，眼神里没有惊讶，也没有波澜。我只是淡淡的问为什么？因为我想跟在您的身边。苏瑶的语气很坚定，我想看看您所在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不想再当一只只能仰望天空的井底之蛙了。这几天他想了很多，父亲被带走后，他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那些以前对他家百般巴结的人，现在都对他避之不及。他才发现自己以前所拥有的一切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而我却只用了一个电话，一根手指就改变了整个世界。那种力量，那种境界，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向往。他不想再过那种随时可能被打回原形的凡人生活了，他想变得更强，他想站在更高的地方，而唯一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的只有眼前我，所以他来了，哪怕是为奴为婢，他也心甘情愿。我听完后沉默了，我看着苏瑶，这个女孩倒是有几分魄力，
比他那个势利眼的父亲强多了。我身边不收废物，我淡淡的说道。苏瑶的身体微微一颤，但她没有放弃。她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不是废物，我从小到大学习成绩都是年级第一，我学什么东西都比别人快。只要您肯教我，我一定能成为您最得力的手下。”她的眼神里充满了自信和渴望。我看着她，忽然笑了，有点意思。我站起身，走到苏瑶面前，然后伸出一只手捏住了她的下巴，将她的脸抬了起来。我的动作，一只无形的大手把苏瑶给禁锢住了。你想学什么？我看着她的眼睛，饶有兴致地问。我想学您那种可以毁天灭地的力量。苏瑶毫不畏惧地和我对视。是吗？我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那好，我今天就教你第一课。说着，我松开手，然后一直点向了苏瑶的眉心。我的指尖并没有触碰到苏瑶的皮肤，但苏瑶却感觉自己的脑袋轰的一声，像是要炸开了一样。一股庞大到无法想象的信息洪流瞬间涌入了他的脑海。那是一部完整的修仙功法，从炼气到筑基，再到金丹、元婴，一直到渡劫成仙。每一个境界的修炼法门，每一个阶段的注意事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股信息太过庞大了，换做任何一个凡人，在接触到的瞬间，灵魂就会被撑爆。但苏瑶却硬生生地扛了下来，她的身体在剧烈的颤抖，嘴角也渗出鲜血，但她的眼神却越来越亮，因为她感觉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正在她的面前缓缓打开。不知道过了多久，那股信息洪流终于停止了。苏瑶浑身一软，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感觉自己像是死过了一回，但他的精神却前所未有的亢奋。我传给你的是九转玄女经，一部直指先帝大道的无上功法。我的声音在他耳边悠悠响起。你有3年的时间，3年之内，如果你能修炼到金丹期，我就收你做我的记名弟子；如果不能，我没有继续说下去。但苏瑶知道后果一定不是他能承受的。是，主人。苏瑶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对着我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坚定。从今天起，他不再是苏瑶，他只是我做下一个为了追寻大道可以付出一切的修行者。等打发走了苏瑶，我的生活又清静了下来。我给了苏瑶一部功法，也给了他一些修炼资源。至于他未来能走到哪一步，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我没有再管他，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参悟那块天道龟甲上。时间一天天过去，地球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浓郁灵气的滋养下，人类的科技也迎来了爆炸式的发展。各种以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的技术纷纷被研发了出来，人类的足迹也开始向着星辰大海迈进，整个星球都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而我依旧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隐士的神明，除了龙战国等少数几个人，没有人知道我的存在，也没有人敢来打扰我。时间飞逝，转眼3年过去了。这3年里，地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把整个太阳系都成了一个巨大的聚灵阵，宇宙中无穷无尽的灵气被汇聚而来，将地球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修炼圣地。所有的人都在修炼，整个星球都进入了全民修仙的时代。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我却仿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3年来，我一次都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面，我就默默地注视着这个新世界。在昆仑山之巅，地球上灵气最浓郁的地方，也是我的道场。一座悬浮在云海之上的白玉宫殿里，我正盘膝而坐，我的面前悬浮着那块天道龟甲。经过3年的参悟，我已经彻底将这块龟甲炼化了。我也终于知道了这块龟甲到底是什么。它不是钥匙，它是一张地图，一张通往永生之门的星空古路图。而那所谓的永生之门，就是我一直在追寻的超脱之路。只要能找到那扇门，并且推开它，我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不死不灭的永恒存在。是时候，我缓缓睁开眼睛，我的眼中有星辰幻灭，有宇宙生发。我已经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了巅峰，我准备去寻找那扇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永生之门。我站起身，走出了宫殿。殿外云海翻腾，一个身穿白色长裙、气质清冷的女子正静静地站在那里，仿佛已经等了很久。是苏瑶。3年的时间，她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元婴期，这个速度放在修仙界也是万年不遇的绝世天才。她已经成为了这颗星球上除了我之外的第一高手，也是我座下唯一的记名弟子。师尊。看到我出来，苏瑶躬身行礼，神情恭敬无比。我准备走了。陈凡点点头。苏瑶的身体微微一颤，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清冷的眸子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是要去寻找那扇门吗？她向我问道。我再次点了点头。那还会回来吗？不知道，或许会，或许不会。我摇了摇头。星空古路充满了未知和危险，即便是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活着走到终点。苏瑶沉默了，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眼眶微微有些泛红。我看着他，忽然伸出一只手，轻轻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好好修炼，这个世界以后就交给你了。我对着他说道。苏瑶的身体猛地一僵，他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这是3年来我第一次和他有身体上的接触，也是第一次用这么温柔的语气和他说话。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师尊，你的心跳乱了。我看着他，淡淡地说了一句，然后我收回手，转过身，一步踏出，身影便消失在了云海的尽头，只留下苏瑶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他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胸口，那里一颗心正在扑通扑通的剧烈跳动。
他的脸上也飞起了一抹动人的红霞。我等你回来。他看着我消失的方向，痴痴地呢喃了一句。而我沿着听到龟甲上那条模糊的星空古路，踏上了追寻永生的征程。我就这样一路走，不知道多久。我只知道自己距离那扇门越来越近了。终于有一天，我来到了一片绝对的虚无之中。这里没有星辰，没有物质，没有能量，甚至连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只有一片永恒的黑暗。而在那黑暗的最深处，我看到了一扇门，一扇巨大到无法形容、散发着古老而沧桑气息的青铜巨门。门上刻满了我看不懂的大道符文，一股超越了这方宇宙所有法则的至高气息从门后隐隐传来。永生之门，我的心剧烈地跳动了起来。我终于找到了。我深吸一口气，缓缓地朝着那扇门飞了过去。然而就在我即将要触碰到那扇门的时候，一个宏大而冰冷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响了起来：来者止步！我的身体猛地一顿，我抬起头看向门前，那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身影。那个身影很模糊，看不清样貌，但他身上所散发出的气息却让我都感到了一阵阵的心悸。那是和我同级别的，甚至比我还要强的存在。你是谁？我的眼神凝重了起来。吾乃此门之守门人。那个身影缓缓开口：此门非有缘者不可入。何为有缘？我对他问道。斩断七情六欲，抛弃一切过往，心中唯有大道者，方为有缘。听到这句话，我沉默了。斩断七情六欲，抛弃一切过往，我做得到吗？8000年前，在修仙界我做到了。我斩断了和地球的一切因果，我变成了一个心中只有大道的冷酷的求道者。可是现在，我的脑海里不知为何忽然浮现出了一张脸，一张清冷的绝美的脸，还有那句带着哭腔的呢喃：我等你回来。我的心忽然乱了，我发现自己好像做不到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心里除了大道之外，好像还多了一点别的东西。那点东西很微弱，但却真实的存在着。看来你不是有缘人。退下吧，守门人的声音再次响起。我看着那扇近在咫尺的永生之门，又想了想那张在等我回去的脸，我忽然笑了。永生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问守门人，也像是在问自己。守门人没有回答，我也没有再等他的回答。我转过身，毫不犹豫地朝着来时的路飞了回去。我放弃了我追寻了8000年的永生。在地球的昆仑山之巅，云海之上，白玉宫殿前，一个白衣女子盘膝而坐，已经坐了10000年。她的容颜依旧是那么清冷绝美，只是眉宇间多了一丝挥之不去的思念。忽然她感觉到了什么，她猛地睁开眼睛，看向远方的星空，那里一道金色的流光正在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向着这里飞来。那道流光是那么的熟悉，女子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起来，她的眼眶瞬间就红了。流光散去，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只是眼神里多了一丝她从未见过的温柔。我回来了，我看着她笑着说。女子再也忍不住扑进了我的怀里，放声大哭。我紧紧地抱着她，闻着她发间那熟悉的清香，感受着她身体的温度。我觉得自己的心8000年来从未有过的充实和温暖。也许永生并不在那扇冰冷的门后，也许永生就在眼前。我低下头看着怀里的人，轻声说：新世界你好。